我和叶昭自小便势同水火，他嫌我刁蛮任性，我笑他嚣张狂妄。8岁那年，我打翻他的砚台，他转头就捡了我的秋千，闹得宫中人仰马翻。后来有日经过学堂，有人笑他与我整日斗在一处，定是上辈子定的缘分。我气急，冲进去大骂：什么缘分？我最添烦的就是叶昭，巴不得再也别见。没几日，叶昭便随他父亲去了北境，一去5年。直到一道赐婚圣旨，将他召回京城。新婚之夜，我缩在床角，却听他低笑：公主骂了臣10年，如今倒踏上来了还骂。我又气又急，拿起靠枕就直接向他扔去。走开点儿！叶昭眼神微变，手轻轻一挥，就接住丢来的抱枕。我去书房睡，不用公主费力气赶。他低头看了看我，转身向着门外走，竟一点迟疑都没有。我冷笑一声：算你懂事，绝对别来烦我！叶昭的动作停了下，脚步反而更快，门哐的一声关紧了。我松了口气，随便看了看周围，房里红烛晃动，暖光斑驳，但是墙上挂着一幅画。我愣了愣，起身凑过去。画里是2个小孩挨着坐在梨花树下，小女孩扎着2个辫，满脸心烦的歪着头，旁边的男孩也冷着脸看着别处。画纸空白处还写着一行漂亮小字：金枝玉叶少年郎。记得那年我9岁，宫里梨花开得很好，母亲专门把我跟叶昭叫到一起，让画师画画。那时我们刚吵过架，谁都不想理谁，可母亲拿到画却笑得合不上嘴。气质很搭，真是般配。谁和他般配？也不知是谁摆在这里的。我小声嘀咕，伸手想把画拿下来，却盯着画上2人迟疑很久。哪点般配了？我撇撇嘴，放下手。罢了，明天再说。一晚都没睡好。次日一早，我就吩咐厨房准备午饭：猪鱼烤羊肉、胡椒醉鸡、麻辣汆鱼片，都是辣菜。叶昭从小就吃不了辣。我在桌边坐下，盯着满桌菜弯了弯唇。坏叶昭，我还没办法治治你。没过多久，人就来了。叶昭瞅了我一眼，又看了一眼满桌的红油，直接拿起筷子夹住鱼片塞进嘴里，一口接一口。他神色不变地嚼着，脑门上慢慢冒出一层细微的汗水，顺着脸颊往下滴。可那双筷子就是不停。我一呆，手上的汤勺重重磕在瓷碗上，传出一声脆响。你不是吃不了辣吗？10岁那年，叶昭错吃了一口辣椒，辣得满院子跑着找水喝，最后还是我把自己的凉茶分给了他。5年没见，他竟这么能忍。叶昭放下筷子，随便擦了把脑门的汗，抬眼盯着我。我在北方连树皮都嚼过，现在能有口热饭吃，我自然不挑。我咬了咬唇，没说话。想来北方极冷，日子肯定是很难熬。当初连摔破墨盒都要闹上1天的娇贵小将军，竟能忍下这份委屈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管家的通报声：将军、公主，宫里来信，让将军晚点去宫中一趟。吃完饭，我跟叶昭一起进宫。等他和父亲汇报完公事以后，我就借说悄悄话为由，把人赶了出去。我跟叶昭从小互相讨厌，父亲为何非要招他做驸马？乱来！父亲的脸色瞬间拉下。叶家看守北方5年，手握10万大军，这赐婚不光是为了稳住军心，也是安抚朝廷。旁边的母亲拉住我的手，叹道：柔儿，城里富贵少爷虽多，可谁不想利用你巴结皇权？叶家代代忠诚，又没家里矛盾，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好缘，你怎么不知珍惜？我呆呆看着母亲，硬是说不出一句顶撞的话，有火发泄不出，最后只能行了个礼，转身退下。刚出门，抬头就看见了叶昭。我快步走上前：你别开心，这婚早晚要离。叶昭脸色一沉，扯了扯嘴角：这么大脾气，难不成以为我就乐意？说完，他掉头就走。春桃拉了拉我的袖口：驸马爷似乎是生气了。我管他生不生气，他生气，我还火呢，气不死他。话音刚落，叶昭突然停下了，他回头盯着我：过来。我没理他。还想再被你母亲教训吗？我想到刚才的情况，心里一慌，咬着唇慢悠悠走过去。你想干嘛？叶昭把暖炉塞进我手心里，我抬头看他，他却已经移开目光。不是专门给公主喂，只是公主若动病了，回头又要怪罪于我，说不定还要闹通脾气，我懒得对付。
母亲把我教训一顿也就罢了，她凭啥说我闹脾气？搞得我像是成天都在无理取闹似的。回到将军府，我越想越火，马上叫来下人，把这院子给我铲了，本公主要在这里种牡丹。随从吓得脸都白了。公主，那书房里全是将军的兵书，叫你拆就拆，本公主的话都不听吗？他扑通一声跪下，低着头不敢回话，刚要发火，叶昭就进来了。公主若喜欢花田，不如跟我打个赌。他盯着我，语气平淡。若公主能骑上马跑2圈，这院子我马上让给公主。12岁那年，父亲赏给叶昭一匹西域驯马，我看他十分得意，心里不服，非要跟他比试，结果摔断了腿，还在床上躺了3个月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不再碰马。他明明记得我怕马，偏要故意刁难，真是跟小时候一样讨厌。我瞪着他，好，你别后悔。从小到大，我在他叶昭面前就没认过怂，可真等坐上马背时，腿就软了。黑马不安分地打了个响鼻，我立马吓得抱紧马脖子，不敢动半分。下面传来叶昭一声轻笑，看来这5年光长了脾气，没长胆量。他双手抱胸，要是不敢下来认个错，书房也让给你了。谁害怕了？我脑子一热，挺起身，双腿用力夹住马肚。黑马受惊，猛地抬起前蹄，我连尖叫都没来得及出声，直接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叶昭脸色大变，下意识伸出手，哪知春桃一声大叫，他又应声停住了，把手背回身后。春桃跑来扶我，你没受伤吧？我痛得眼泪直打转，咬着牙从地上爬起来。叶昭，你就是故意看我出丑。叶昭嘴角勾起一丝嘲讽，那年自己摔断腿，还哭着跑到皇后娘娘面前告状，害得我在御书房外跪了1天1夜，不也是看我的笑话？怒火直冲脑门，我捏紧袖子。小时候的事儿还拿出来讲，叶昭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？他冷笑一下，转过身去。半斤8两。回去的路上，春桃替我鸣不平。驸马怎么这么狠心？明知你怕马还打这个赌。他擦了下眼泪，越讲越恼。以前他去北方，您里里外外给他写了10多封信，他却够了，说这事儿是觉得我还不够丢人。春桃嘟起嘴，不敢出声了。5年前，叶昭一声没吭就去了北方。刚开始我很内疚，是不是那天的话讲得太狠，刺痛了他的心，所以托人送信表达歉意。之后又怕他这个娇贵少爷死在阵地里，天天找人打听情况。可盼了大半年，一封回信也没收到，反而从别人嘴里听见那夜小将军旁边多了一位亲密女伴，部队甚至有人偷偷叫她小将军夫人，真心成了笑柄。过几天我再找他聊聊。我捏了捏手腕，冷笑一下。父亲不准我说离婚的事，可要是让他自己说，可能不一样。反正他也不想娶我，我也烦他，谁在乎？没成想，还没找到机会提这件事，宫中就先下了令，外邦使节来访，父亲摆宴，席间奏乐不停。那王子多喝了2杯，就端着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到我桌前。好听，涂三长得很美，今天一看，果然比传言漂亮。他讲着别扭的官话，居然直接冲我伸出手。不知有没有脸面，请你跳个舞。我皱了下眉，正打算不答应，旁边的人猛地站起，挡在我身前。公主身体不适，不方便跳舞。那王子呆了一下，对上叶昭冰冷的脸，干笑着放下手。叶昭也重新落座。外邦风俗罢了，比当面下人面子太没礼貌。他攥着酒杯，骨节泛白。我帮公主拒绝，不行。当然不对。我咬了下唇。你有什么资格帮我做主？叶昭挑了挑唇，猛地靠拢。公主讲凭什么？他声音低沉，带着些许讲不清道不明的压抑。就凭公主目前还是我的妻。我耳朵边瞬间发红。少拿这事儿压我，等以后离婚了，看你怎么管。本以为叶昭会讲几句讽刺的话，可等了半天，他只是这样看着我呆了会儿，什么也没讲。最后端起酒杯，抬头一口喝光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跟叶昭谁都没开口，直到半夜，外面飘来断断续续的琴声，吵得人根本不能睡觉。怪叶昭，自己睡不着也不给别人睡。我先背下床，顺着动静找去。月光下，
叶昭一个人坐在院里的石桌边，听见走路声，他扭头看过来。怎么起了？我闭了下眼，没好气的发话。是根本没睡，弹这么大声，本公主还以为是哪里来的老鼠在院子里乱爬。叶昭低着头，声音听不出感觉。公主不觉得这首曲有些耳熟吗？我一呆，冷着脸走过去。没觉。曲子忧愁凄凉得很，他自小最是不爱摆弄这些高雅的小物，现在半夜不睡，自己弹琴，难不成睹物思人，又想起了旧爱？心里这么想，嘴上也这么问了。叶昭手一停，抬头盯着我。你绝对放心。我心里酸得很难，低下头。本公主才没心情，管你这心里想着谁，反正我们早晚要离婚。空气立马冷了，叶昭下巴紧收，脸完全黑了。他站起身，扭头就走。别走！我喊住他。你还没讲，这究竟是什么调子？叶昭脚步一停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干巴巴地吐出几个字：不对的曲子。谁信啊？第二天早，我就派春桃去打探，可足足3天，找遍了城里的琴房夜铺，就是没人听过这个曲调。真是纳闷了，我总觉得有些耳熟，怎么就找不到呢？正心烦着，春桃急忙跑来，说家里来个女客，好像跟叶昭非常的熟络。我眉头一跳，赶忙起身，刚走到大厅外，就听到一个干脆的女声：叶哥哥，你之前说回城要办的事办了吗？我马上停住，原来他便是叶昭的意中人。过了好久，才传出叶昭的动静。没有。他笑了一下。叶哥哥一直干脆利索，怎么偏偏到了这事情上，反倒畏头畏尾？沈云，沈副将女儿，我曾在宫里见过她几面。她从小从医，长大就跟父亲远去北方。小时，叶昭总爱把她跟我比对，他嫌我任性霸道，说男人找妻就该找沈云这种温柔安稳的女子。那时我就特别反感沈云，没想到阴差阳错，有情人还是终成一家了。叶昭去北方的第2年就遭到暗算，是他帮叶昭挡过刀，救过他的命，所以他嘴巴里说回城要办的事，准是让叶昭向父亲请示娶她。原来是我毁了他们的良缘啊！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不进去。沈云看着我，大大方方地鞠了个躬。公主殿下别瞎想。他看了眼我，又望向叶昭，抿嘴笑了。叶哥哥在北方念了5年，现在当着公主的面，连句掏心话都不敢说了。叶昭手指微停，望向沈云。这次回城住在哪里？安心，我在城里有住的地方。既然是驸马在北方的老相识，来了城里，当然不能住外头。我抬起下巴，就在家里住下吧。沈云一呆，不太方便，还是不用。行吧。他的嘴还没闭上，就被叶昭出声喊断。我猛地扭头看他，叶昭也盯着我，慢慢扬起嘴。那就住下。我咬着牙，扭头就走，走得很快，身后的走路声却紧紧跟上，没2步，手腕就被抓住。你走得这么快，是有啥急事？我甩开他的手。用你管。叶昭也不气，双手抱胸看着我。我只是想提醒公主，记得让下人把南院清理出来。南院阳光好，沈静怕冷，她会喜欢那里。行，真行。春桃，马上快把南院给我空出来，别冷落了咱们的贵客。我死死瞪了他一眼。从那天起，沈云在将军府住下了，他跟叶昭总待一块儿，有时是练剑，有时是喝茶聊点北方的往事。叶昭对他温柔体贴，处处用心。这么一看，我反而成了家里的外人，眼不见心烦，不如出门逛逛。可偏偏事不如愿，刚走到路口，又碰见了这2人。他们挨着站在一个首饰摊前，叶昭拿起一个白玉簪，递到了沈云跟前。沈云拿过来，低头抿嘴笑了笑，冲着他点了点头。太阳照在他们身上，刺眼得很。我指甲死死掐进手心，竟一点都不觉得痛。公主，我们要过去吗？过去干啥？找丢人吗？我咬着牙转过身回家。晚上下人来说不用等叶昭吃饭，我冷笑一下。以后他几点回来，回不回来吃饭，都不用再来汇报。他身边有了沈云，哪还管得了我？我心里堵得难受，早就没了一点食欲，就叫春桃拿来几壶梨花白。窗外天色很黑。公主，您别喝了，伤身体的。春桃跪在旁边，红着眼劝我。你要是心里有将军，就认个错，跟他好好讲当年去北方的事。我心里可没有他。
烈酒辣人，呛得我眼眶直发酸。当年我就是随便一脚，谁知道他个混蛋！我哭出声来。谁知他竟真的跑去了北方，一走就是5年。5年，一封信都没回过，却跟沈云天天作伴，处处温柔。吱呀，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，一个人影站在门口。原来公主也会后悔啊！就立马醒了一半，看清是他，我慌张地转过眼。谁后悔了？你不在城里这5年，本公主过得不知道多开心。听完，叶昭眉头间的温柔全部消散，她死死咬着唇，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转头就要离开。看她要走，我心里忽然一紧。站住！叶昭停下脚步，回头盯我。公主喊我是想让我留下来睡觉。我脸颊立马发烫，拿起桌上的空酒瓶就朝他丢过去。混蛋叶昭，你给我走！酒瓶碎在脚边，叶昭却连眉毛都没动一下，直接把门关上。这一晚睡得非常不好，醒来时已是第2天下午，头痛得很。我硬是吃了点饭菜，就被春桃拉着去花园透气。没成想又碰见了沈云，她一个人坐在石桌旁摆弄几棵草药，旁边也没人伺候，真是倒霉透顶。我脚步一停，转头就想走。公主殿下，背后传来沈云的声音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挤出一个笑容，向她走过去。沈姑娘怎么一个人？叶昭呢？沈云笑盯着我。皇上叫叶哥哥进宫办事，他一早就去了。哦，我点了点头。家里还有点小事要处理，就不陪姑娘聊天了。本来也不想跟她多废话，讲完迈步就走。沈云却再次喊住我。公主，叶哥哥他可能要回北方了。我全身一僵，停下脚步。又要走？跟你一起吗？沈云呆了一下。其实好了，他们多么恩爱，多么难舍难分，我真心是不想听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弯起唇。沈姑娘放心，等你们这趟回来，我定会去向父亲报告，成全你们。沈云又呆住了，过了一会儿，她竟笑出了声。公主，我们不需要您的好心，其实……答应什么？一个冰冷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话。我转过头，就看叶昭往这边走来。他盯了我一会儿，转头看向沈云。去整理整理，中午出发。但君张了张嘴。好，我转过头，你也去整理吧。刚迈出一步，手腕就被叶昭抓住。公主就没什么话想对我讲吗？我扭了2下没扭开，心里怒火更大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们快点走，快点走，走了本公主就清静了。叶昭冷笑一下，慢慢松开手，连着说了3个好，可我还是没憋住，领着春桃躲在大门后的门板旁边。叶昭穿着一身黑衣坐在马背上，沈云跟在他身旁，两人小声说了句什么。叶昭笑着点头，2匹快马挨着站立，跟人一样，般配得很。心里的酸楚突然上涌心头，我手指下意识捏紧了衣服，有点喘不上气。公主，春桃在旁边小声嘀咕：“您不是盼望着驸马爷赶紧走吗？怎么又舍不得啦？”我脸一红，死死瞪了他一眼。谁舍不得了？本公主只是刚好路过，顺便看看罢了。春桃撇撇嘴，可是您的眼睛都红了。闭嘴！我咬着牙起身，就你话多，本公主不看了，走。还没来得及走，背后就传来走路声。齐柔，春桃吓得猛吸一口冷气，我僵硬地转过头，本该在马上的叶昭，这会儿就站在我面前。你怎么？我手心竟然冒了汗，是不是忘了拿什么东西？叶昭微微弯下腰，那双黑沉沉的眼睛。我有样东西忘了给公主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后背死死贴着门板，连呼吸都乱了。什么？叶昭的手刚伸进怀里，门外就传来着急的大喊：“叶哥哥，叶哥哥，不能再磨蹭了！”沈云拉着缰绳往里探头，前线来报，军情紧迫，我们必须在3天内赶到北方。叶昭的手一停，他扭头看了一眼门外的方向，又把眼神放回我脸上，慢慢抽回手。罢了。他低下眼睛，往后退了半步。等我回来再给公主吧。讲完，他直接转身，翻身骑上马背。
黑马大叫，带起一阵黄土快速冲出。沈云望了我一下，也甩起皮鞭，死死追了上去，直到两人完全消失在长街，我才松了气。真是够急的，听见沈英催促，一分都不敢多听。进屋吧。我刚打算转头，管家就急忙跑来。公主殿下，他弯着头，把一个信封交到我手边。沈姑娘出发前交代老奴把这信拿给公主。我瞥了那信件一下，没拿。本公主跟她有什么好讲的？管家弯下腰，两手抬高了点。沈姑娘专门交代了，让公主一定要自己拆开。有什么话非要走了之后讲？不就是跟我嘚瑟，他能陪叶昭去北方，俩人又能天天在一起，我却一点办法没。越想越火，我一把拿过信封。本公主倒要瞧瞧她写了什么的东西。摊开信纸，低头看去，信不长，只有短短几行字，可我却呼吸一停。可能……公主，您怎么了？春桃看我脸色发白，赶紧走来扶住我。可是纸上写了什么不好听的话？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，耳边只有自己急促的心跳声。信里说部队传闻全是假的，这5年叶昭唯一的想法就是拼得战功，好回城申请来娶我。那字迹漂亮，却像打雷一样劈在我心里。公主和叶哥哥都是倔脾气，有些话她不敢讲，只能由我来说明了。用战功换赐婚，我跟叶昭这场婚事，不是父亲为了拉拢叶家，稳固皇权吗？那些在北方连树皮都啃过的日子，那些险象环生的打斗，竟是为了我。春桃，快备马车，我要进宫！到了皇后院外，我没等下人通报，直接跑了进去。柔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母亲放下茶杯，皱了皱眉。我大步走到她面前。母亲，那道结婚命令是叶昭用北方5年的战梦换来的，对吗？母亲看了父亲一眼，点头。他不要升官发财，只求了这门婚事。脑里轰的一声，我整个人呆在原地。那您为什么不早点讲清？您知不知道？您知不知道？放肆！怎么跟你母亲说话的？就算是他用战功换来的又怎样？他想娶，我赐婚，两全其美。不管他抱着什么想法，结果都一样。我咬着嘴巴，眼眶瞬间红了。不一样！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滴。怎么会一样？父亲眉头紧锁，站起来盯着我。那你说哪里不一样？他们不会懂的。若只是被迫结婚，那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等着离婚。可这是叶昭拿命换来的。我硬忍着鼻头的发酸，弯了弯腰。柔儿没什么好跟父亲讲的，先退下了。接着直接出了门。我靠在马车里，越想越不对劲。既然叶昭是为了我，那他为何一封信也不回？除非他根本没收到我的信，或者说他寄的信被人半路拦下了。可在城里，谁敢这么做呢？回到家里，我稀里糊涂地走向了叶昭的书房。书房里没啥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墙上挂着几把旧弓，桌子上摆着兵书，软床上还整整齐齐叠着条被子。小时候可没这么爱干净。我撇撇嘴，突然看见桌上一张白纸，那上面画着琴谱，墨水深浅不同，像是被人来回涂改过好多次。我下意识顺着曲子轻哼出声，刚哼了2句，声音突然卡在了嗓子里。这调子，7岁那年老师教音乐，留了作业让每个人写一支小调。放学时我瞎乱的哼哼唧唧，叶昭在旁边听了一会儿，突然笑出声。赵其柔，你才多大点儿就哼这么悲伤的曲子啊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小小年纪就有了伤心事。那天我们俩扭打作一团，最后又被老师罚站了一下午。这调子就是那天半夜叶昭弹的那首曲子，那支我乱七八糟哼的连我自己都想不起的破调子，他竟然一直记着，手指开始停不住的发抖。还说是部队里的曲子，骗子，彻头彻尾的大骗子，混蛋叶昭！我咬着嘴唇，哭得连气都喘不匀。你什么都不讲，我怎么知道？半个月后，春桃拿来一封信，纸上只有一句话：这里的月亮没城里圆。我把信纸反过来又看了3遍，
没漏。就这，我气得把信拍在桌上。混蛋叶昭，一去半月就没别的讲的？比如部队去世，比如解释解释，又或者想我什么的？我抓起信纸，揉成团，装作要扔出去，可手刚抬起，又停住了。我把那张纸一点点摊平，走到小床边，塞进了枕头底下。春桃、嬷嬷。我大步走到书桌前，大笔一挥，只写了3个字：知道了。写完，直接装起，拿去，加急送去北方营地。春桃两手接过信，应了声，头却埋得低低的。你偷笑什么？奴婢没笑，奴婢是替公主高兴。有什么可开心的？快去记。春桃连声答应，憋着笑小跑出了门。那天后，我又开始盼她的回信，可1个月、2个月过去，一封都没有。直到过年前，城里下了第1场大雪，我正在书房里打盹儿，管家急忙忙跑进院里来。公主，出事了！北方加急传来军报，说将军带兵冲锋时遇袭，现在昏迷不醒。我脑里嗡的一声，只觉得全身的力气瞬间被抽干。公主！春桃吓得脸色发白，我反手抓紧她的手腕。快，我要进宫！一路狂奔到书房外，我顾不上规矩，直接推开门。父亲，我要去北方。胡闹！那是战场，刀剑无眼，你去添什么乱？我扑通跪下。我是他的妻子，我必须去，求父亲答应。父亲眉头紧锁。皇上，反正咱们也拦不住，不如让他去吧。反正……父亲干咳2声，他看了母亲一眼，叹了口气。罢了，我派给你些护卫，天亮出发吧，千万不要胡作非为。我本就急得不行，一拿到过关文件，没等天亮，就带着保镖出了城。马车在大路上狂奔。快一点，能不能再快点？车夫！我冲着车外大喊。我从没像现在这样后悔自己娇气，没有好好学骑马。要是骑马，速度肯定快上许多，就能再快一点，早一天赶到北方。春桃递来水壶。公主，您喝点水吧，这都1天1夜没睡觉了。我摇头。你自己喝吧。春桃眼睛红红的，声音也带了哭腔。公主您别太操心，将军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肯定会没事的。谁担心他了？我抬头眨了眨眼睛，眼泪却往外流。他要是死在北方，我就立马让父亲再挑个帅气的女婿，才不给他守活寡。马车日夜不停地跑了7天，到了北方大营外，我直接跳了下去，双腿早就软了，差点摔进雪地里，一路摇摇晃晃直奔大营。叶昭呢？帐里的画面却让我呆在原地。那个通报死活不知的人，这会儿正好端端地站在地图前。帐里几个长官齐刷刷转头看过来，满脸惊讶。叶昭瞪大了双眼，手里的指挥棍啪地掉在沙盘上。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7天7夜的提心吊胆，一路没日没夜的狂奔，这一刻全变成了压不住的火。叶昭，你个混蛋！我冲过去，捏起拳头就往他身上打。你不是挨打跑吗？你不是快死了吗？军官们面面相望，几个人赶快对视了一眼。我要去巡逻，我去点算粮食。眨眼时间，人跑了个干干净净，连春桃也懂事地退了出去，顺手放下了门帘。叶昭没躲，直到我打骂够了，他才抬起手抓住我的手腕。我不是故意瞒公主。什么意思？我刚想开口骂他，转过头，沈云不知何时站在了大门口，他的目光停在我和叶昭抓紧的手腕上，停了一下，接着笑着把药碗放在门口的小桌上。叶哥哥，等会儿记得把药喝了。门帘再次放下，我看了看那碗药，又看了看叶昭，本以为他要死了，结果人家好端端的，身边还有人关心伺候，这算什么？我冷笑一声，甩开他的手。看来叶小将军的事情确实不需要本公主来操心。公主。叶昭向前半步，低声说：“这是军令。”我呆住。什么军令？他放在旁边的手握紧又松开。北方军中有内奸，断掉了粮食路线，为了引蛇出瓮，我只能放出头目重伤快死的假消息，骗敌进来。这办法真是毫无破绽。
怪不得父亲没怎么拦着，就给了我过关文件。我咬着牙，听我父亲的令。叶昭点了点头。好啊，原来都把我赵启柔当傻子看。我深吸了口气，迈步就走，还没碰到门帘，手腕就被人抓住，用力一拉，直接撞进叶昭怀里。你拼了命的跑过来，现在还想去哪儿？松手！他却不松，反而拉得更紧。你管我去哪儿？反正不在这里碍你的眼。我狠狠踢了他的小腿一脚，叶昭连躲都没躲，委屈和怒火在这一刻彻底忍不住了。叶昭，逗我很开心吗？5年前你一声不响就走，现在还伙同我父亲骗我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随便的擦了一把眼泪，声音全哑了。5年，我每天都盼你的回信，结果一封都没有。赵启柔，叶昭松开手，微微弯腰看着我的眼睛。我也给你写了信，当年皇上说，要想娶你就得拿出点能耐，所以我跟皇上发了誓，定会拿战功来换。这些我在信里都说过。叶昭叹了口气，我还以为你不想理我。虽早有猜想，但亲耳听见，我还是浑身一抖。他果真……可既然他每封都回了，那信都去哪儿了？沈云的声音又响起：“叶哥哥，公主。”叶昭松开手，后退半步。进来。沈云掀开门帘，手里还拉着个男人。那人一进屋就直接跪下：“小人该死，求将军、公主惩罚！”我跟叶昭对视一眼，皱起眉：“你是谁？还不快讲！”那人白着脸，抖着解释：“小人赵四，是沈将军手下的人，小人糊涂，怕叶小将军跟公主写信多了，会冷落沈姑娘，就自己做主拦了2边的信，小人罪该万死。”我气得全身发抖，差点没站稳。13封信，他怎么敢？公主明察。沈云向我弯腰行礼。我跟叶哥哥只有战友之情，绝没半点私心。我只盯着地上的赵四。信呢？赵四呆了一下，猛地磕头：“小人全烧了。”我火大，拔出叶昭腰上的剑就朝他刺去。沈云却上前挡在赵四身前：“公主，这事是我父亲管教不严，他已在门外等着，还请公主见一见。至于公主想怎么处理赵四，我们绝不护短。”我看向叶昭，他也直直地看着我：“你定吧。”沈将军跟叶老将军是多年好友，也是看守北方多年的功臣。赵四确实可恨，可毕竟是沈将军的心腹，现在人已经主动认罪挨罚，且沈云想保他，杀他容易，可叶昭以后怎么做人？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拉下去，打60棍，谢公主大恩。他一把拉起地上的赵四，转身退了出去。门帘重重落下，帐篷里又只剩下我们2人。气死我了！我一拳打在叶昭肩上。因为这群笨蛋，害我受了多少委屈，连睡觉都在想你为何不理我，为何要偷偷跑掉，生怕是我伤了你的心。你倒好，回了城也不知道解释解释，看我笑话。我越说越难受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，结果一抬头却看见叶昭笑的眼睛都是弯的，于是更气了。还笑？我拿起桌上的书就朝他丢过去。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叶昭不躲不闪，直接把我拉进怀里，紧紧抱住。好，都是我的错，不气了。我把脸埋在他胸口，闷闷地开口：“你以后什么都得告诉我。”他下巴靠着我的头顶。好，不许再瞒我。好，不许再骗我。好。我吸了吸鼻子，不许再。头顶传来一声偷笑。公主要是再说下去，这天可就亮了。听完，我从他怀里挣脱，走出帐篷。北方的晨风像刀，太阳刚从雪山后头冒出个头，刺得人眼睛发酸。我踩着积雪走在前头，叶昭跟在身后，谁也没先开口。没走几步，他突然叫我：“赵启柔！”我披着大衣回头，见他从怀里摸出支白玉兰花簪，递到我面前。我转过脸，心里又开始发酸。给我干嘛？这不是你买给沈健的吗？叶昭呆了一下，慢慢弯起唇。这么在乎我？
我回头瞪他，叶昭笑了笑，将玉簪插进我的头发里。那天是沈晶看见这簪子，说样子好看，一定会喜欢。从头到尾，这就是给你买的。说完，他后退半步，眼神落在我脸上。好看。我耳朵一热，慌忙推开他。你少拿这便宜货讨好我！本公主的宝贝堆成山，谁稀罕你这破簪子？换做以前，叶昭肯定转头就走，可这次叶昭没动，他轻笑一声，把我的脸又转了回来。既然不喜欢，那你脸红什么？谁脸红了？我又羞又急，伸手去打他。他抱住我的腰，把我按进怀里，直到我快喘不上气，他才微微退开。你别乱来！叶昭看我眼神深暗如火，想好久了，我还能过分些，公主要不要试试？